2020年10月中旬，10几部英式导弹发射的装备出现在了台湾高雄参旅大学门口，一时间引起了许多民众前往观看和拍照，甚至还有一些网友在社交网站上声称是要打仗了。不过很快就有人出面澄清，这只是一场当地警方申请的演训而已，而英式导弹也在当天的中午完全撤离，这一场流言才得以平息。出现在台湾大街上的这个英式导弹是美国古董级的防空武器，全名是 MIM-23 英式导弹。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部堪称世界超强防空武器的导弹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MIM-23 英式导弹又叫霍克地空导弹系统，这是美国相对来说比较老的一款防空导弹系统，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主要防空武器。英式导弹研发于1952年，当时的诺普洛普公司和雷神公司拿到合同之后，相继研发了他们不同的子系统，并于1959年成功开启了服役生涯。即便是在本世纪初期，我们依然能够在一些国家看到他们服役的身影。在他漫长的服役生涯中，虽然英式导弹最开始的可靠性有点差，但是在实践中它不断地得到了完善，从而提升了整体的性能。英式导弹在运行时需要的设备比较多，低中高空雷达、目标照明跟踪雷达都需要用上。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信息协调中心和指挥部等。真正运行的时候，导弹是采用3连装的方式，通过 M501 起重机吊装在 M192 发射架上，在 M390 储存架里面存放着备用的弹药，并且还有多台56 kVA 发电机为它提供电能。需要如此复杂发射系统的英式导弹，它的基础参数是怎么样的呢？其弹长 5.08 米，弹体直径37厘米，整个弹体线条非常流畅，有一种柔和的美感。梯形的弹翼分布在单体周围，呈现出 X 状，在弹翼的尾部安装着长方形的控制舵面。至于弹头的材质，最开始采用的是玻璃纤维材料，同时兼具了美观和实用2个方面。这样一个弹头足足有54千克，相当于整个导弹重量的1/11左右。因为导弹采用的是半主动雷达，所以它的驱动是由一台 M22E8 固体燃料火箭来完成的。在这样的驱动下，它能够达到的最大飞行速度是 2.4 马赫，作战距离长达25千米。当然，它的最大作战高度也丝毫不逊色，达到了11000米。内饰的英式导弹采用的是真空电子元件，所以可靠性比较差，平均隔43小时雷达就会出现故障。后来半导体元件的引入让这款导弹的可靠性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电子设备的稳定性并不能提高导弹系统的战斗力，所以早期的导弹单发命中率只有 56%， 和同时期同类型的装备相比还是处于弱势，所以也就不得不对这款导弹进行升级和改进。上个世纪70年代，改进版的 MIM-23B 型英式导弹诞生。这款导弹的尺寸相对于 MIM-23稍微短了一些，它使用的发动机 M112 推力更强，导弹的飞行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整体结构上，这一次改进调整了导弹的天线结构，增强了它的抗干扰能力。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改进，就是 MIM-23B 型号的导弹弹头更换了。更换之后的导弹碎片数量大大的降低，单枚导弹的命中率达到了 85%， 射程增加到了40千米左右，打击的高度也达到了1800米。这款导弹系统曾经出现在了越南战争中，美军在南越的军事领地布置了很多超先进的武器，其中现代化的空中导弹防御系统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当时美国陆军担心南越会遭到北越的轰炸，所以在南越布置了很多的防空武器，这其中就有非常先进的英式导弹系统。英式导弹在美国受到了海陆空三军的青睐，在美国的中低空防御中，它服役了40年之久。从1965年开始研制，到1972年被投入使用，美国对这个系统一直很重视，对它的改进计划也进行了3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它具备了拦截战术导弹的能力。正因为如此，这款上世纪50年代研制的导弹系统才能够在美国服役那么长的时间，甚至在外销国一直到现在还有它服役的身影。作为一种慢慢演变的系统， MIM-23 英式导弹在自身改进的3个阶段中，最终具备了防御战术导弹的能力。这样的性能使得北约的许多国家都把英式导弹作为了主要的防空武器。
它先后被出售到了伊朗、以色列、土耳其、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产量高达4万枚。鹰式导弹投入使用之后，在中东两夷等亚洲地区的战绩不错。在以色列的战场上，这个家伙六亲不认，打了自家的兄弟。那是1967年的6月5日，他收获了服役生涯中的第一个战绩。当时以色列的一架 MD-450 神秘飞机在迪莫纳附近的内格夫河中心上空被自家部署的 MIM-23A 击落。不过据说是这架飞机本身就要坠落在内格夫中心，至于真实的情况如何，我们不做评论。除此之外，在两伊战争期间，科威特的 MIM-23鹰式导弹曾击落一架伊朗的 F-5。在那个年代，伊拉克的飞机至少有40架是被这个家伙击落的。仅仅是1986年2月12日，他就击落了9架伊拉克飞机。即便 MIM-23鹰式导弹那么先进，它在美国的地位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撼动了。它先是在美国陆军中被自家的兄弟爱国者防空导弹替换掉了，紧接着在200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也用一款便携式防空导弹替换了它。2021年的7月，大韩民国空军也正式退役了老化的鹰式导弹系统，取而代之的是韩国本地开发的一款中程 SAM 系统，它的火控设备被放在了博物馆展出。现在 MIM-23鹰式导弹也因为自身只能在雷达和系统上做改进，慢慢变成了一个老古董级的防御系统，但是在世界各地的角落仍然能够看到它的影子。在中国台湾， MIM-23鹰式导弹还有将近100部，它仍然是台湾地区现役中程地空导弹的主力。土耳其在和俄罗斯的交战中，仍然在用这款导弹系统来应战。能够看出，土耳其的 MIM-23鹰式导弹对现代作战飞机的抵抗能力并不是非常好。在2020年，土耳其和利比亚起冲突的时候，土耳其就把很多套鹰式导弹部署在了利比亚，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说，还被幻影2000击毁了很多套。土耳其军方其实也很清楚，这套导弹系统已经落伍，所以近些年他们一直想用自己国产防空系统替换掉鹰式导弹。不过截止2021年上半年，他们自家的 HSAR-O 加中程防空系统还处在测试阶段，距离能够正式服役还需要一些时日。因此在遭到轰炸的时候，土耳其不得不拿出了老古董 MIM-23鹰式导弹应付局面。当然，随着他们国产防空系统的逐渐成熟，土耳其的鹰式导弹也大限将至了。很快他们就会结束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被动局面。总体来说，霍克作为一种中低空中程导弹，在一些战争中虽然有可圈可点的战绩，但是毕竟他的出身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就决定了他自身存在着很多无法去改善的缺陷。在新一代的中程防空导弹产品不断涌现出来的时候，它只能渐渐的被边缘化。在不久的将来， MIM-23鹰式导弹的发展走向应该也是慢慢和爱国者这种中高空的系统去融合，成为这些系统里的一个小分支，这样它相对于轻便和易于部署的特点也能发挥下余热。不过在对抗新一代的反辐射系统方面，它只会越来越力不从心，直到最后从防空系统淡出。本期关于这款 MIM-23鹰式导弹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